SARS 影响26个国家，8000多人治病，中国内地经济总损失179亿美元，最初源自一只蝙蝠。MERS 蔓延27国，确诊2494人，死亡近40%，传染仍在继续，源自一头骆驼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7658例，现有疑似病例2824例，累计死亡2663例，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87902人。这一切的源头可能还是一只蝙蝠，据猜测还经历过几条蛇，或者些水貂或者穿山甲。据统计，当今新出现的传染病中有60%是人畜共患。不去打扰野生动物，真的不仅是保护地球，也是保护我们自己。蝙蝠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病毒储存库，但在非典的案例中，中华菊头蝠是最后才被指认出的凶手，养殖的果子狸却背负了14年的骂名。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这其中的蹊跷，人工养殖的果子狸怎么会染上野外蝙蝠身上的病毒？在对人工和野生果子狸的对比研究中发现，圈养条件下的果子狸竟然比野生果子狸的遗传多样性还要高。真相大白之日，却揭示出一个养殖圈子公认的事实：野生的果子狸不断进入养殖场洗白出售，从而让病毒通过所谓正规销售的果子狸直达千家万户。不仅果子狸，蛇、平胸龟、豪猪、竹鼠、燕鸭甚至猛禽，抓野生动物进养殖场洗白的现象不胜枚举。令人忧虑的是，17年后的今天，仍然没有出台野生动物的检验检疫标准，野生动物的养殖种类和规模却更大了。整个野生动物贸易市场有多大规模呢？这本2018年出版的《中国非法野生动物贸易》总结了如今中国人利用野生动物的4大用途。让我们看看和人畜共患疾病最相关的药用和食用。第一类，药用。中国中药资源附录中记载的药用动物达1574种，中国动物药资源收载2215种，中国药典涉及药用动物共103种。在传统医学中，越是稀有难寻的动物，越具有神奇的药效，但没有任何科学根据。唯一的效果可能只是给自然带来破坏和增加人畜共患疾病的风险。来自 Nature 和中国管疫团队的研究对新冠病毒关键蛋白进行了分析，表明穿山甲是新冠肺炎疫情中间宿主的可能性极大。中国人实在应该为此买单。穿山甲在市场上整只售价1875美元，整皮326美元，鳞片每千克489美元。据估算，交易数据在每年11.6万到23万只，基本全部卖往中国。巨大的需求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量，贸易的背后是可悲的无知。很多人相信吃穿山甲下奶的说法，实际上穿山甲的鳞甲也只是角质化的皮肤附属物，主要成分为贝塔角蛋白，和人类的头发、指甲没有本质区别。第二，食用。作为今年新冠肺炎的疑似发源地，武汉海鲜市场一夜成名。在这份海鲜市场菜单上，我们可以看见果子狸、狗獾、豪猪、竹鼠等几十种野生动物。携带各种病毒的野生动物不但能传染其他养殖动物，也能传染人类。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，下一场非典迟早会来。人类食用野生动物，从而被它们携带的病毒传染。近年来，这种悲剧一再发生。让我们看看遥远的西非。1996年2月，在一个加蓬和扎伊尔边界的小村庄里，31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，其中21人死亡。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，就是贫穷的当地居民由于长期缺乏合格的肉制品，所以猎杀并食用了一只黑猩猩，而这只黑猩猩恰好是埃博拉病毒的携带者。野生动物贸易为什么这么难控制？首先，法律和保护物种名录严重落后于时代。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导向是利用野生动物资源，而非保护，给捕捉、繁育和销售留了口子。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1989年颁布以来几乎没有更新，极危物种荷花雀就不在保护名录里。法治与保护意识的淡薄也催生了群体性的麻木。2017年9月，一辆卡车拉着一头鲸鲨在福州招摇过市，尾巴拖在地上已经磨破了。随后，这个2级保护动物的一部分被当作食物运到了酒店。从他们嚣张的操作，不难联想到民间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无知和无视。另一个原因是巨大的利益。
以亚洲黑熊为例，不管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的名分，还是社交媒体的压力，都没能让贸易停止。以活熊取胆闻名的龟珍糖生意仍在继续，因为熊胆价格为每100克298.04美元。社交媒体的普及也给监察带来了新的挑战，不法商贩积极利用贴吧、QQ 微信群、二手买卖平台和短视频平台，也会利用 emoji 来躲避排查。我们能做什么呢？野生动物保护听起来离普通公众很远，毕竟少一种穿山甲与我何干？但由野生动物传播的人畜共患疾病，却真的可能伤害到我们每一个人。世纪瘟疫 HIV 来自灵长类近亲，野生大雁身上的病毒造成了甲型流感，罪魁祸首尚未明确的新冠病毒，让我们一年的开端变得惶恐不安。我们的未来会好吗？大象做藏品和装饰品，每年2万头非洲象因为象牙贸易遭猎杀。犀牛角入药，2015年2100只偷运出非洲。虎肉食用，虎骨虎鞭虎爪入药。华南虎已灭绝，野生东北虎剩余约30只。黄唇鱼鳔做珍贵食材，极危。豹入药，远东豹野生现存90只。北白颊长臂猿入药，野外可能不到10只。此外还有穿山甲、玳瑁、盔犀鸟、荷花雀、高鼻羚羊、平胸龟、黑冠长臂猿、海南长臂猿、蜂猴。我是果壳视频的制作人橘子，从事科普10多年来，我越来越体会到，无论认知多么正确，也很难说服那些顽固的人改变行为。也许只有等待他们老去，而我们的新一代长大成人。但这一次，我们还能等待吗？那些只顾口腹之欲、无视科学自然的人，已经把所有人拖进了灾难之中。而新的灾难会不会更快的到来？这一次，不要再做沉默的无辜者，让我们更主动的发声，抵制野味儿，抵制野生动物制品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我们爱的人。